您还是去找夏老板吧，他更清楚。夏老板，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金钱利益，没有是非真相。但您和他不一样。我是他带出来的，怎么可能不一样啊？您骨子里就和他不是一类人。夏元是我的老板，也是我的师傅，更是我的恩人。我绝不会做出背叛他的事。但我认识的您，是更不愿意违背自己良心。高先生，我当年刚刚涉足药铺经营，就认识了您。虽然咱们的见面次数不多，但是您谦谦君子的形象，一直都让我非常的敬仰。我甚至暗下决心，以后做生意也要像您那样，坦荡诚恳，夫妻不战，守传求真。所以我在这儿当您，只想问您一个问题：我娘当年是不是把万灵丹的配方真的卖给夏老板？高先生，舒小姐，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高千亿了，告辞。吃，你先吧。大哥，韶华，哎呀，我的韶华回来了。大哥，还好吗？我好，我好得很呢。小宝呢？他在当学徒，1周回来1次。宋平呢？他在王掌柜那儿。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华北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不好了，我想带你们去上海。另外呢，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没有的事儿。你确定吗？当然，那时候3掌柜找过我几次，只说了要买迟春堂，根本就没说万灵丹。再者，就算是真把万灵丹卖了，娘和周燕不可能不跟我说呀。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的确是卖了，但不敢跟你说呢？不会，那个凭证我都看过，上面只写了迟春堂的招牌，根本就没写万灵丹，而且只卖了160大洋，根本不是什么180大洋啊。那个凭证现在在哪儿？你还能找到吗？哎呀，这都快20年的事儿了，去哪儿找去？大哥，要不咱们就再找找。哎呀，的确是找不到了。哥，那家里还有没有娘生前的手印啊？没有。那周燕的呢？也没有。要真是找不到的话，我就跟你回上海。如果这个夏元非要强占万灵丹，我就跟他拼了，大不了同归于尽。哥，别着急，就算找不到，咱还有别的办法呢。还能有什么办法？这个凭证不是1式3份吗？咱有1份，夏元有1份，安可堂那儿还有1份啊。自从齐州药师休市以后，
安格堂也关门了。但人总能找得到吧？只要咱找到雷玉婷，那这事儿就还有希望。雷玉婷，民国19年就死了啊？怎么会这样？那大爷，安克堂以前的那些契约这儿还有吗？都在里边堆着呢。那我们能进去看看吗？大爷，帮帮忙。跟我来吧。哎，都在这儿。好。是这把钥匙吗？别搞错了。不会错啊，上个月就用这把钥匙开的这道锁呀。哎呦，开了。好。你们自己进去找吧。好。10几年都没人来，这个月来2波，奇了怪了。要不这样，哥，你去那边找，我在这边找，咱们先从民国5年找起。好。跟我差不多高，眼睛很大，很瘦。你说的是北方那个女人吧？姓周。哎，对。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死了。民国6年，少华，是不是这个？我看看。咱们去那边去，走。好。来，哥。就是这份。现在眼下的状况对少华非常的不利，必须把水搅浑。我建议你们随意找几个手印，就说是处理师和周燕的，双方没办法辨真伪，法官也无法判断。不用了，文大哥，姐在齐州找到了关键证据，足以证明夏元的那张契约是伪造的。那太好了。夏老板，楚小姐，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夏老板，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可这要一开庭，万灵丹可就全归我了。主审官，综合以上证人证词以及证据，我方请求法庭判定：韶华制药厂将万灵丹配方归还首原药庄，之前由万灵丹销售产生的一切收益也一并归还首原药庄。被告律师，针对原告方的证据主张，你们有什么需要辩护的？
法官大人，原告提交那张买卖契约是伪造的，没有证据不要乱说。被告律师，你的说法有证据支持吗？法官大人，首原药庄提交的买卖契约上写着“空口无凭，立此卖契为证，一式3份，利契人、执契人安克堂各据1份。利契人的那一份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我们在齐州安克堂档案库里找到了安克堂存档的那份原始凭证。大家请注意，2份契约非常相似，但安克堂存档的这份契约上面却没有万灵丹之配方这6个字。由于相关人士要么不知去向，要么已经去世，相比之下，安克堂存档的这一份凭证可信度更高。法官大人，我方请求仔细核查被告提供的证据。法官大人，被告方提供的这份契约才是伪造的。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夏元和高千亿的签名和手印根本就不是他们2人的。你要是胡说八道，小心我揍你！6个按手印的人中，3个已经去世，1个下落不明，但是夏元和高千亿却依然健在，并且就在法庭上。我方请求现场对他们进行指纹鉴定。鉴定就鉴定，谁怕谁啊？10几年都没人来，这个月来2波，奇了怪了。楚小姐，同意现场鉴定吗？不用了。为什么？我们上当了。上当了？我们从安克堂拿回来的那份契约应该是假的。怎么可能呢？我认为是夏元提前拿了一份假契约送到档案库，就等着我们去拿呢。法官大人，我方不同意现场鉴定。你们是不是心虚了？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我方请求暂时休庭。那怎么行？除非你们承认自己伪造证据。安静，请证人高千亿。证人，介绍一下你的身份。我叫高千亿，是首原药庄的2掌柜。呈证据。取指模。法官大人，其实不必取指模，也能够判断出楚小姐提供的这份契约是伪造的，因为那上面是一枚斗状的指印，而我10个手指头都是簸箕，而夏元老板提供的这份契约上才是我的指纹。但是夏元老板提供的契约也是假的，因为上面的指印是我20天前刚刚盖上去的，而且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契约上并没有提到万灵丹。
高天一，你这个白眼狼，你结束再说。哈哈哈哈哈哈！高先生，谢谢你。哎，我是真的没想到，你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出来，为我仗义执言。其实啊，夏元当年买走赤春堂，手段就很下作。如若这万灵丹再被他巧取豪夺，那就太没天理了。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才站出来的。当初我们家将赤春堂卖给夏元，虽说无奈吧，但也是出自自愿。楚小姐，您也知道，这守元药庄啊，一直只做圣药批发。民国5年，夏元想开拓成药市场，于是他便想收购有着100年历史的赤春堂啊，但被你大哥一口回绝。与此同时，这关东帮和齐州帮，为了控制齐州药市的控价权，打了数年，难分高下。于是这夏元便想出了这一石二鸟之计。他先让易大金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以此损伤关东帮的信誉和声誉。然后他又找人用调了包的真黄旗卖给你大哥。哟，这么早就送过来了。随后他又以帮助查案为名，把你大哥人赃并获，并交给关东帮的杨三爷处置。由此，他便收服了杨三爷。而你大哥为了买下所有的真黄旗，欠下了高利贷，导致你楚家最终只能将赤春堂转让给了守元药庄啊。原来这一切都是夏元在后面操作。正是。不过此事还有个插曲，这易大金原本是让小武去揭发关东帮卖假黄旗，等该他出现的时候，他却失踪了。最终是你发现了黄旗有假，戳穿了此事。也正因为如此，之后才在杨三爷那里解脱了少忠啊。哎，这小武却因为此事被罚了半年的薪水，他心中不忿，便卷了一笔钱逃了。唉，二牛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我该上船了。先生将来要如何打算？哎，没什么打算。在这商场里勾心斗角大半辈子了，着实累了。此次回家，正好可以好好歇歇了。万灵丹是保住了，却害得先生丢了差事，实在是抱歉。哎，你也不用过于愧疚。其实我早就存了离开夏元之心了，只是我一直放不下这主仆之情、师徒之义呀。当然，也舍不得那份俸禄。我也是一直到了法庭上那一刻，才最终下定了决心呀。是为什么呢？楚小姐，你也知道，这日本人现在已经是守元药庄的股东了。如若这万灵丹的配方最终归了守元药庄，那也就等于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我虽庸碌之辈，但是舍国家安危、民族大义，高某绝不会含糊。先生，受我一拜。哎，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先生如我将来还想出山，赤春堂的大门永远向先生敞开。
楚小，楚老板，咱们后会有期。告辞。那咱们那些分店分号呢？要么被收，要么被占，要么被查封，要么被强掠一空。那首元药妆的老店呢？老店也被封了。那首元药妆其他地方的分店呢？没了。华北、东北都没了。那我们这几十年不就白干了吗？那齐州药师呢？齐州药师也没了。这他娘的生意还怎么做呀？马委员，大驾光临，是为何事啊？我今日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与楚小姐共商大业。愿闻其详。楚小姐自办韶华制药厂以来，成绩斐然，方方面面的创新与委员长提出的国民经济之建设运动的宗旨不谋而合，因此国民政府希望与楚小姐合作建厂，一方面解救濒临崩溃之国民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使人民获得安乐之生活。那你们想怎么个合作法呢？建厂所有费用及一切工作琐事，皆由国民政府承担，楚小姐只需带着万灵丹的配方入股即可。那请问楚小姐占股几成？1成。1成？正是。那万灵丹的配方归谁所有？既然是合作建厂，那配方归国民政府和楚小姐共同所有。马委员，依照国际惯例，像万灵丹这样的产品，如果楚小姐要技术入股，至少要占股50%。此外，我们独有的机械提纯萃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销售、管理模式，至少也要占股2成。本人也曾留学美国，知道程副总所言不虚。然而现在国情世事实在特殊，所以无法按照国际惯例实行。怎么特殊呢？东北已经沦陷，日本人在华北也似有箭在弦。我个人以为，中日之间2年之内必有大战。我们此时建厂，不仅仅是为了国计民生，也是为了备战所需。此时建厂确有必要，不过马委员提出的合作条件，未免太过苛刻。我们也事出无奈呀。眼下乃是国家最积弱之际，财政捉襟见肘，唯有请楚小姐暂且委屈，先行报效国家，再论个人私利。报效国家，人人有责。不过，万灵丹乃楚家祖传秘方，就这么拱手让人，楚小姐无法向楚家先人交代。另外，万灵丹能有今日之业绩，楚小姐这些年付出良多。如果你们一点都不为楚小姐考虑的话，我觉得似乎有点说不过去。那你们希望是什么条件？我们至少要占6成的股份，并且万灵丹的配方只能由我或者我指定的人掌握。占股可以商量，配方必须共享。配方的事儿没法谈。楚小姐，只有配方共享，才能快速建厂、大量生产，方能满足战时之需呀。
但是刚才程先生也说了，配方乃是楚家先辈所创，我个人是不能轻易拱手的。局势之所以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太多人只想自保，不愿为国家牺牲。我原本以为楚小姐和那些人不一样。马某告辞。如果国家都没了，我们还捏着配方有什么用？可他们这根本就不是谈合作，而是抢劫。条件可以再谈，但是抗日却刻不容缓。姐，报国的方式有很多，不用把自己的身家都交出去。但我知道很多人为了报效国家，可以捐出自己的全部身家，甚至给出自己的生命。好，就算要交，也要交给可靠的人。但是国民政府，如果他们真心抗战，我愿意相信他们一次。马委员，楚小姐，如果要配方共享，那我这是有条件的。您请说。我们合作建厂生产出的万灵丹是不能用于内战的，只能用于抗日战场，并且所有的收益，包括我自己的，都要捐赠给抗日事业。太好了，那完全没有问题啊。好，那具体的细节呢，就请您和程先生你们来商议吧。谢谢，谢谢楚小姐，您请放心，马某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一定快速建厂，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我尽快，再会。姐，你损失是不是太大了？国家存亡之际，一点个人的私利是算不得什么的。但是你怎么跟楚家的先辈交代啊？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支持我。回去吧。先生，我可以帮助你，但是钱呢，就不需要了吧？哦，好，那说说你的条件。我只是想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小崔先生，咱们认识20多年了，难道还不算真正的朋友？我们之前的感情，应该算是利益往来，互惠互利吧。我说的那种真正的朋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朋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朋友，明白吗？你的意思是？我可以让日本陆军把你在东北、华北所有的分店分号都还给你，并且帮你恢复销售和运输的渠道，但前提是这些分店分号的股份我们要占30%。放心吧，不会亏待你的。这30%的股份，我们小村家族按市价收购。姿势体大，小村先生，还让我好好想想。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先生。请说。还记得我们那次见面吗？我希望你能给我几个汉方，被你一口拒绝了。这次
我希望你能满足我当年的念想。几个汉方？一个就好。你说的是万灵丹？哎呀，绝不能答应啊！这是唯一能救守元药庄的法子。就算舍了咱守元药庄，也不能让日本人得逞啊！这是什么话呀？守元药庄要是没了，咱们大半个身家就都没了。守元药庄要是没了，那菊敬堂也难以维系，那可就不是大半个身家了，那是全部身家，那就更不能坐以待毙了。古人尚能做到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手，我们岂能连古人都不如啊！喝点水。三度，说说你的想法。之前我们跟日本人不过是有些生意上的往来，就已经被很多人指着脊梁骨骂了几年。就连国药工会主席位置，也因此丢掉了。两码事儿啊！工会主席的位置丢了，那是被田大少和文哲秋给暗算了。如果此时再让日本人入股的话，那汉奸的名头可就跑不掉了。你懂什么呀？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就说我们认识的人吧，杨三爷可以了吧？因为没让日本人入股，一夜之间家产殆尽，拼病而死。而比他识时务的刘玉田，不但赚得盆满钵满，还得了一个勋爵的位置。大掌柜，你不能只看眼前，将来若这东三省光复，这刘雨田的下场必定是极惨呐！行了吧？就国民政府那几把刷子，东北三省只怕永远都回不来了。此次事关华北，国民政府应该不会再退让。夏老板，你是？我是于信正。于信正，我怎么对你没印象？我刚毕业回来没多久，我爹是于中和。中和？哎，你是中和的儿子？对。都这么大了，你爸可是当年跟我一起从齐州一路到上海的，路上他吃了不少苦。你爷爷于太正，那可是守元药庄的老人呐。是，我们一家三代都跟着夏老板做事。我还希望我儿子以后也能跟着夏老板呢。以后？哎，是啊，靠着夏老板你，我爷爷才能娶妻，我爹才能在上海买房，我才能读书。所以我还指望着我儿子将来也能靠夏老板留洋呢。好，我争取不辜负你，我尽量，我尽量。我争取。
争取，我争取，我争取。报！何应钦答应日本要求放弃华北主权。何应钦答应日本要求放弃华北主权。你们需要的资料都在这了。你面包。包括之前跟国民政府合作建厂的注意事项、选址建议，还有之前跟政府合作商家的经验教训，马俊才的发家史，还有及其背后势力的政商资源。当然，里面还有大中华制药厂的股东构成，希望对你们未来的谈判有所帮助。谢谢文大哥。部长希望尽快签约。需快速推进建厂事宜，不知楚小姐对合同还有什么意见？合同其他的条款都很清楚，唯有2个关键问题不明。第一就是，我们既然是和国民政府合作建厂，共享配方，那为什么我们的签约方是大中华制药厂呢？我特意打听了一下，这个大中华制药厂乃私人所有，和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关系。是这样，国民政府已将万灵丹列入军需药品，出于保密需要，才委托大中华制药厂与楚小姐签约。那我们是否能看一下国民政府和大中华制药厂的委托协议呢？此乃国家机密，不可公开。那这恐怕很难让我信服。楚小姐不必多虑，这是部长亲自过问的项目，不会有任何差池。另外呢，我们当初的约定，药厂的产品不能用在内战，并且全部的收益都捐献给抗战事业。这一条为什么没有在合同里体现？楚小姐莫急，你所提到的内战、抗战，实涉军国党派，如若写入这合同，怕是引起不必要的纷争，所以我们只能口头应诺，无法落入文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这份合约我们暂时是不能签的。楚小姐，国难当头，我们不必纠结这些细节吧？马委员，这不是细节，这是原则。楚小姐，你这是要出尔反尔了？我怎么觉得出尔反尔的反而是你们呢？程副总，我和楚小姐单独说2句。楚小姐，只要您肯签字，我们可以将股份让到50%。我要求的不是股份，我要的是抗日的承诺，要白纸黑字的落到实处。这我可无法答应你啊。那就拜托马委员，请能答应我的人过来再跟我谈条件吧。楚小姐能够为民为国，这是你的荣幸啊。马委员，如果能够真心的为国为民，那我愿意把我所有身家都捐出去。但我就是怕有一些人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帜，干的却是利己卖国的事儿。好啊，楚小姐，你可知大中华制药厂真正的股东是谁吗？这我当然知道了。我就是因为知道，所以他们的口头承诺，我是一句都不带相信的。那你更应知道，
得罪他们的后果吧。知道。既然如此，那就走着瞧。不送。姐，哎，果然不出我所料。要不要出去避避风头？我吗？逃从来都不是我的风格。陈辉，麻烦把这个扔到垃圾桶里去。小心！哎呀！哎呀！没事了，没事了。谢谢，谢谢姐姐。没事，谢谢。走。我帮你吧。谢谢。谢谢。谢谢。那我先付个定金，麻烦你把这个货送到同福货站。不行啊，兄弟，我们关东帮有个规矩，向来都是货前付全款。哎，你放心啊，我们可是关东帮啊，绝对不会货不对版的。行吧，好，里边付款，请。这位大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多看看几家再付款。这位姑娘，谢谢你啊，我已经看了好几家了，那唐老板的货挺正的，价格也公道。不是，没事，跟你有关系吗？多什么嘴啊你？真晦气，什么玩意儿？骂谁？我骂你，你就是个晦气的臭女人，你敢打扰我做生意？好了，你卖假黄芪，你还有理了？你放屁！你看，这表面的纹路是黄色的染料染上去的，还有这虽然缎面是金盏银盘，但是中央无髓，还有这射线，你看，它也没有裂隙。你是齐州帮的吧？啊！大伙儿听着啊，我们关东帮从来不作假。对，齐州帮做生意做不过我们，那满嘴喷粪，血口喷人。我今天我非干死你不可！别！哎，唐老板，你卖的根本就不是黄芪，他卖的就是木须根儿。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我让你看，我这有人陷害我呀！这是栽赃陷害呀，兄弟！哎，大娘，我问您一下，有没有看到一个跟我个子差不多高的姑娘，穿着也是粗布衣裳的？没看见，没看见。韶华，二妞，哎，你跑哪儿去了？我找了你半天呢。我也到处找你呢。你这脸怎么了？啊？哦，没事儿。啊，哎，给你，快吃，一会儿凉了，我特意给你留的。油饼儿啊？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吃食？哎呀，你就别问了，赶紧吃吧。你是不是有事儿？没有。你一定有事儿。我过2天再告诉你。那我也有事儿，也过2天告诉你。啊，你也有事儿。大哥，你进这么多黄芪干什么呀？便宜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啊，卖家着急回家，全部贱卖给我了，正好做万灵丹。那钱你都付了？啊，
人家货都送到了，我能不给钱吗？不会有什么陷阱吧？你可别买到假货了。这所有的货我全都亲自验过，都是真的。不信，你看看。怎么样？没错吧？但你做万灵丹一担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呀？哦，卖家说，如果我能把他手上的货全部吃下的话，就给我50大洋1担。我想了想，那不干脆全部拿下不就完了吗？400大洋，你哪来这么多钱啊？咱们账上的，加上我想办法又凑了一些，正好。那，你找过安可堂的经纪了，对吧？你傻呀！我们买家和卖家自己都搭上线了，我凭什么给安可堂那帮人2个点的佣金？再者说了，就算我愿意花这样的冤枉钱，卖家也未必肯。跳过安可堂出岔子怎么办呀？黄旗都摆在这儿了，还能出什么岔子？你还不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明明就是你造的假。如果我造假，我唐佑基，我出门我就让马车撞死。三爷，老唐是被冤枉的。我们的黄旗都是在关外打包好才运到吉州的，麻袋上都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您看，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又潦草，显然是伪造的。他就是伪造的嘛！难道有人把我们的黄旗调包了？齐州帮，齐州帮，唐耀吉，你就是只鸡！你们卖假货，现在所有的客商都怕了你们了，不给你们做生意，这碍我们什么事儿？放你的狗屁易大金！就你们干那点破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呢？来呀，毛儿，给我上！谁在这儿这么威风啊？三爷，三爷，是夏老板呐。既然夏老板亲自上场，那我就陪着夏老板，把这以前的账都了了吧。看来三爷对我夏某是有所误会啊。哼，难道不是你啊？你调包了老唐的黄旗，砸了我们关东帮的牌子，这事儿，他还真不是我干的。被谁抓走了？好像是齐州帮的人。因为什么？说什么少忠哥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啊？怎么可能呢？不是，少忠被抓走了，这可怎么办呢？啊！关东帮卖假黄旗这事儿，三爷您认定是我们齐州帮捣的鬼，所以呢，我就派人放出话去，说我要高价收黄旗。嘿嘿，你看这姓楚的就上钩了。今天交货的时候，人赃俱获。夏老板，那黄旗真是我花400大洋买的。对呀，他死不承认。我觉得呢，这事儿还有很多疑点。但不管怎么说，关东帮的牌子还有您杨三爷的名声算是保住了。今儿这货完璧归赵，人您随便处置。王小哥，你看见我哥了吗？你哥他被绑在药王庙太监了，你快去看看吧。啊！让让！不要扔了！不要扔了！别扔了！别扔了！少华，大哥，快救我！什么情况？现在？关东帮的杨三爷说要把我绑在这儿示众3天，然后私刑处死。什么？快想办法去为我作证，我真的没有调包他们的黄旗。我要知道那黄旗是贼赃的话，打死我也不敢买啊！大哥，
我一定会救你的。三爷不想见你，你请回吧。我只是想替我大哥说几句话。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哥炮制假药，伤天害理，就是死罪。不是，那黄旗家家都有，凭什么说我大哥手上黄旗就是你们关东帮的？难不成你们关东帮的黄旗上面都刻上字儿了？黄旗上面虽然没有刻字，但是那麻袋上面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闪开！那黄旗到底谁卖给你的？就是个西北来的姓黄的一个老板，他住那个云来客栈。西北来的黄老板，早走了。他什么时候走的？走了好几天了。那8担黄旗谁运来的呢？他找车夫运来的呀。哪儿的车夫？长什么样？他嘴角有颗痣，胸口有个达子。池春堂。对，一共8担黄旗。哦，对，有这回事儿。哦，那是谁雇的你？是一个姓黄的老板。他人呢？这我就不知道了。那天送完货结完账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那个黄旗是从哪儿运到池春堂的呀？那可远了，就从这儿往南50里有个马柳村，村东头有户人家，就那儿。哎呦，唐老板来了，三爷起了吗？早起了。好，他这。杨三爷，不能进。杨三爷，调包你们关东帮黄旗的人绝对不是楚朝忠。哪来的野丫头？敢在我面前放肆，轰出去！哎呀，走。都说杨三爷既能明察秋毫，又能明辨是非，没想到你也会被人蒙骗。等等，你是谁？我是楚朝忠的妹妹，楚朝华。哼，我认识你。三爷，就是这个臭女人，说我卖假黄旗，还打人。谢谢唐老板认出了我。不客气。如果楚朝忠真的调包了黄旗，那我作为他的妹妹，难道不应该闷声发大财吗？我揭穿了唐老板的黄旗是假的，这不反而让你们警醒吗？兴许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你哥干的，要是一时多嘴，不就坏了你哥的好事了吗？有道理，但是我查找到了制作假黄旗的地方。你是怎么找到的？虽然卖我哥黄旗的那个西北老板已经不知所踪了，但是我通过通达车行的车夫大柱，找到了一个50里外的马柳村，那有一个院子，租那个院子的人已经离开了，但是院子里面还留了一些木须根、染料，还有一些工具，这些都可以证明那个院子就是制作假黄旗的地方。你哥是造假之人，他造假的地方你岂能不知？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车夫来查找吧？我问过那院子的房东了，他说租他院子的人就是个西北人，根本就不是楚朝忠。那要是你哥雇了一个西北人去租下那个小院子呢？好，那请问，这个又怎么解释？你这什么意思？这个是我在小院找到的，是装假黄旗的麻袋。都说你们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这个麻袋上它也有暗印，猛地一看和你们的暗印如出一辙，但仔细一看就能看出端倪来了。三爷，你看，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潦草，和老唐家的应该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哼，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你哥既然要制假调包，那暗印肯定是要伪造的。我哥既然要伪造暗印，那他首先要知道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那他出售真黄旗的时候，为什么不换掉麻袋呢？那谁知道啊？杨三爷，我哥的确是收了贼赃，但他是无心之过。但是您若认定他就是调包药材的那个人，那您就是放过了真凶。
都怪那个姓黄的那个黄老板，让我再看见他，我饶不了他。哎，就是可惜了我那400大洋啊，就这么白白的没了。那就当买个教训了。这以后啊，天上有掉馅饼的事儿，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还好有池春堂呢，咱一点一点的做，先把那亏空给填上啊。生意呢，以后也会越来越好。少华，其实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哎，哥，干什么？哥，干什么？少华，少华，别动！你们凭什么抓我？放开我！上去！放开我！少华，哥，哥，你不是说关东帮答应放人的吗？抓他的是放印子钱呢。他怎么又惹上放印子钱的了？大哥，买那些黄旗花了400大洋，其中的360大洋都是借的印子钱。账期半月，利息5厘，半个月的账期已经超过3天了。按照他们的规矩，超过3天就要砍掉1只手。但是你们先别急，我好说歹说的，他们说可以缓3天，不过超过3天以后，必须要连本带利加上罚期，一共390大洋，必须给他们送过去，不然还是会砍掉大哥的1只手和1只脚。那还活得了吗？390大洋。现在家里最值钱的就那几亩地，还有这个院子了。我已经去找了牙行，另外四亲八邻的我也都开了口了，这里外里应该能凑出个100多个大洋。我的少主要是活不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呀？哎呀，娘，你快把攒的那些钱都拿出来！我哪还有钱呢？不是，那你还有些首饰呢？这都不值钱，你看看。不是，你就别再逼娘了。她要真的有钱，也都贴在这家里面了。那你呢？你就没有私房钱呢？哎，你什么意思？我看看还有什么能卖的。要卖就卖池春堂。什么？之前我听你哥说了，有人愿意出200个大洋买咱们池春堂的招牌。池春堂不能卖，不卖你哥就回不来了。那是我们楚家祖传3代的招牌，我看你们谁敢卖！人都没了，有的招牌有什么用？卖！只要少主能平平安安的回来，甭说池春堂把我卖了都行，卖，都拿走。明儿我就去买。这是咱们楚家的宝贝，万灵丹的方子。我想学。不过爷爷啊，要嘱咐你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爷爷，我是女子，不是君子。为国事谋，与人为善，此心光明，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啊。爷爷，我也想当君子，要做大事。池春堂，池春堂。王叔，谢谢您，这钱我一定会尽快还的。哎，你别客气，只是我能力有限，只能帮了一点点，实在抱歉啊。您快别这么说，您能帮我们，已经是感激不尽了。楚家大娘，楚家大娘在家吗？哟，三大娘啊！啊，我呀过来呀就给你们带句话。
我孙子早上不是上药室了吗？你猜怎么着？遇着陈家老爷了。他让我孙子给你们捎句话。他说呀，明天带陈家大爷前来拜访。陈家？是跟我们家韶华结亲那陈家吗？哎呀，不是他还是谁呢？你们呀，赶紧准备，别等人明天上门了，什么都没有。我回家做饭了。哎，知道了。哎，走好啊，三大娘。他说，明天陈家老爷要来。娘，手中有救了。你什么意思啊？你想啊，陈家来提亲吧，啊，他总得下聘礼吧？手中是不是有救了？如果真能这样，那可太好了。是啊。可是陈家跟咱们已经好几年都没来往了。在这之前，我听韶华说，他们家可能都有别的心思了。那不行。明天不管怎么着，必须把这门亲事给我定下来。